那大长老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，带着人就跑了，连这世子都不救了，还想跑，门都没有。胡麻子大声把大长老等人给拦下来。胡大师，穷寇莫追，让他们去吧。陈平拉住胡麻子。陈平现在只想快点离开飞虎城，暂时不想招惹这神殿。现在他天界根基未稳，若是把神殿的人都招来，这就有些麻烦了。那把这小子杀了。胡麻子看着那霍世子说道：别杀我，别杀我。霍世子赶忙求饶：不能杀他，我还要用他的命换取资源呢。陈平打算用这霍世子的命跟着八殿殿主换点资源，真没意思，白来一趟，都没有活动下筋骨。胡麻子不满地说道：走吧，去边境，到时候有你活动的时候。陈平微微一笑。陈平知道如今边境肯定是风雨涌动，犀牛城和飞虎城的大军在两军对垒呢。而此刻在犀牛城和飞虎城那数千里的边境上，数万大军对峙着。牛虻双眼冰冷，身体悬浮在半空，在他的身后则是跟着8名护法。飞虎城凡是投降者不杀，降者不杀，降者不杀。牛虻背后那8名护法则是谋足了劲喊，那喊声震天，每个人都能清楚地听到。这时飞虎城的解众也缓缓腾空而起，在他身后有着36名身穿黑色盔甲、手持重剑的修士，这些人也都是谢仲的护卫，看起来实力不弱。牛虻，你竟然敢带兵挑衅我，难道你不怕我杀了你的儿子吗？谢仲对着牛虻说道。哈哈哈，你有本事就杀呀，怕是现在你也找不到我儿子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早就被救出来了。牛虻大笑着说道。不可能，他们绝对逃不出我的飞虎城。解众不信，他早已经命令沿途各个关卡严密防守了。陈平他们不可能带着牛奔那么容易就回到犀牛城的。哎，信不信？牛虻冷哼一声，你派密探抓了我儿子，我今天必须要找回面子。那就别废话了，开打吧。解众说道。解众话音落下，他身后的36名黑色盔甲的修士全都俯冲而下，这些竟然都是散仙境2品修士。这36名修士俯冲直下，那气势犹如千军万马，给所有人都十分的压迫。牛虻见状则是大喝一声，8大护法。声音落下，牛虻身后的8大护法瞬间前冲，直奔那些黑色盔甲修士而去。虽然牛虻这边只有8个护法，对战那飞虎城的36名黑色盔甲修士，但是在气势上一点都不输。解众一脸的轻松得意，倒是那牛虻脸上有些担忧，他的8大护法能不能战胜对方这36人，牛虻没有把握。以前飞虎城的实力并不行，可是最近飞虎城实力突飞猛进，到处掠夺资源，甚至还从那苍玄大陆抢夺很多奴隶和资源来。果然一交手之后，犀牛城的8大护法很快就处于下风了。虽然犀牛城的8大护法也是实力极强，但是跟着飞虎城的36名修士比起来还是有些弱的，毕竟在人数上就劣势很多了。牛虻见状，脸上的神色更加难看。怎么样，我们2个试试？解虫一脸得意地说道。试试就试试。牛虻虽然不想打，但是这个时候只能牵扯住解众，给陈平他们逃离创造机会。很快牛虻跟着谢仲碰撞到了一起，同时解众一声暴喝，出击！轰隆隆，数万飞虎城战兵迈着步伐向前冲去，杀光他们。牛虻见状，知道今天是生死一战了，于是也怒喝一声，数万犀牛城战兵也都蜂拥地冲了出去，双方瞬间混战到了一起。狂风卷着沙砾在数千里边境上肆虐，将原本就昏黄的天空搅得愈发混沌，残阳被硝烟染成诡异的暗紫色，如同一只淌血的独眼，无力地俯瞰着这片人间炼狱。枯黄的野草早已被铁蹄踏成泥浆，混着暗红的血水在泥泞的土地上蜿蜒出狰狞的脉络。
血云翻涌的苍穹下，犀牛城与飞虎城的大军如两股洪流轰然相撞。300丈高空处，谢仲屈指一弹，36道黑色重剑骤然悬浮半空，剑身迸发的幽芒交织成玄奥的符阵。刹那间，方圆10里的空气诡异地扭曲起来，化作无数锋利的气刃，朝着犀牛城阵营绞杀而去。犀牛城8大护法中，白发如雪的玄冰长老帅先反应，大袖一挥，凛冽的寒霜自脚下蔓延。眨眼间，地面凝结出千层冰晶屏障，气刃撞击在冰面上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冰晶飞溅，宛如璀璨的星河坠落。然而，飞虎城的修士们紧接着施展幽冥火雨，漆黑的火焰拖着长尾划破天际，所到之处，冰层瞬间消融，蒸腾起滚滚白烟。解阵！犀牛城的阵法师们齐声怒吼，上百名修士双手结印，脚下浮现出巨大的金色阵纹。顿时，一道金色光柱冲天而起，化作一道金色盾牌，将大部分幽冥火雨挡在外面。但仍有零星的火焰穿透防御，落在犀牛城士兵群中，瞬间将数名修士烧成灰烬，只留下一地焦黑的残骸。与此同时，飞虎城的战兵们施展出黑芒绞杀阵，数十名修士双手结印，地面突然窜出无数黑色巨蟒，张着血盆大口朝着犀牛城士兵扑去。犀牛城的修士们纷纷施展法术反击，有的召唤出飓风，将巨蟒吹得东倒西歪，有的凝聚出雷霆，狠狠劈向巨蟒。一时间，法术的光芒与巨蟒的黑影交织在一起，整个战场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熔炉，炽热的能量四处肆虐。在战场中央上空，牛虻和解仲的对决愈发激烈。解仲周身缠绕着漆黑的魔气，化作一只100丈高的魔狼虚影，张开血盆大口朝着牛虻咬去。你竟然利用魔功提升修为！牛虻神色凝重，背后浮现出金色的神牛虚影。神牛昂首嘶鸣，冲向魔狼。两股力量相撞，空间瞬间扭曲，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将周围的云层都卷入其中。牛虻，你今日必败！解仲狞笑一声，手中突然出现一把黑色长弓，搭箭拉弦，箭矢上凝聚着恐怖的黑色能量。随着弓弦松开，箭矢化作一道黑色流光，划破长空，速度快到肉眼几乎难以捕捉。牛虻脸色大变，连忙施展神牛护盾，金色的光芒在他周身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盾牌，箭矢撞击在盾牌上，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。金色光芒与黑色能量相互冲击，产生的余波如飓风般席卷四周，下方的修士们被吹得东倒西歪，不少实力较弱的修士直接被卷入空中，生死不知。另一边，犀牛城的8大护法与飞虎城的36名黑色盔甲修士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8大护法虽然实力高强，但面对人数众多且实力不弱的对手，渐渐力不从心。血刃护法挥舞着血色长刀，在敌群中左冲右突，刀光所过之处，鲜血飞溅。然而很快就有5名黑色盔甲修士将他围住，同时施展黑剑合璧，5道黑色剑光如闪电般射向血刃护法。血刃护法仓促间难以抵挡，被剑光贯穿身体，鲜血喷涌而出，他不甘的怒吼一声，从空中坠落。师兄！其他护法悲愤交加，更加疯狂的战斗。但飞虎城的修士们趁机发动更猛烈的攻击。有一名护法在与敌人的法术对轰中，被一道黑色闪电击中，身体瞬间焦黑，意识逐渐模糊。他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，施展自爆，身体轰然炸开。强烈的光芒与能量波动将周围的敌人一同吞噬。然而他自己也永远地消失在了这片战场上。杀！飞虎城的修士们士气大振，继续疯狂进攻。犀牛城的防线开始出现松动，越来越多的修士倒下。解虫见此情形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双手快速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片刻后，天空中乌云密布，一道巨大的黑色光柱从天而降，朝着牛虻镇压下来。牛虻感受到光柱中蕴含的恐怖力量，脸色苍白如纸。他咬咬牙，燃烧起自己的精血，神牛虚影变得愈发耀眼，冲向黑色光柱。两者相撞，爆发出强烈的光芒，光芒中，牛虻的身影摇摇欲坠，嘴角不断溢出鲜血。而下方的战场上，犀牛城的修士们在飞虎城的猛烈攻击下，已经溃不成军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。犀牛城似乎已经走到了绝境。父亲，这时风仙和白翼带着牛奔从飞虎城一侧冲了出来。若不是这边境混战，他们想要这么轻松逃出飞虎城，根本就不可能。奔儿看到自己儿子牛虻的神情顿时一喜，可就在牛虻分心的时候，那解仲竟然弯弓搭箭，朝着牛虻一箭射出。牛虻躲闪不及，被一箭射中，身体重重地摔到地上。父亲牛奔见状，担忧地冲了过去。牛虻看到自己儿子没事，内心露出欣慰的笑容。风仙和白翼两个人此刻脸色也都是十分的难看。现在犀牛城明显处于劣势，半空中很多飞虎城的修士虎视眈眈地看着，地面上更是有着黑压压的战兵队伍。他们两个就算是出手帮忙，那也是杯水车薪，屁用没有的。希望你们两个把牛奔送回城去，这里我顶着。牛虻虽然受伤，但不至于死掉，于是对着风仙和白翼说道：牛城主，你能行吗？白翼担忧地说道：要不我们帮你顶一会，等大哥来了就好办了，到时候弄死他们这些飞虎城的。风仙对着牛虻说道：陈平现在的实力远超他们了，只要能够弄死解仲还有那36名黑色盔甲的修士，那飞虎城群龙无首，也就会大败撤退了。你们没有跟大哥一起吗？牛虻问道。有人追我们，我那贤婿跟着胡大师挡着追兵呢，要不然我们也没有这么容易逃脱的。白翼解释道，